大家都能理解吧？都跟得上吗？太好了。我们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往下一点一点的深入。如果谁掉队了，你跟我说啊，我们是一个旅游团啊，或者是个导游，掉队了我们等一等，大家一起跟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好了啊，大家就陆续就进来了。在我们进入第二层梦境，就是有形有相这层梦境的深入之前呢，第一层梦境呢，这有几个小例子，我给大家举一下，大家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第一层梦境。我们说第一层梦境就是追究，就是揪恐惧产生的这个梦境啊。这是梦境要告诉大家的一点，大家如果我前面说的觉得太复杂了，听不懂，你记住一点就行了，就是说你所有的。你这一生这一世，你的人生经历中产生的恐惧和追究，跟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，跟你的梦没有关系。一个带着追究的心做梦，梦里面发生什么只跟这个心有关，跟梦的情节没有关系。一个心如果他有恐惧这个概念，他梦中梦到的是一只老虎在追他，这只老虎或这个怪兽不是他恐惧的源头。这个大家能理解吗？那么我想到一个例子，就是现在的先说一个不好意思的，就这个幻灯片，我发现打不开，我之前以为测，其实也是我投测的，我也不想给大家看，幻灯片做的也很不专业，所以我就把该相关图片调出来，我们一起考虑一下就行了。这个图片上这个人大家知道是谁吗？莎士比亚，哇，好厉害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莎士比亚找出一堆图，我说是他吗？好，不管了，就把它偷出来。这个莎士比亚他的作品是流传至今啊，至今还在不断以各种电影、电视的方式在拍，可见人类对他的喜爱。其实不是对他的喜爱，是对他的认同。那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是什么？悲剧，对吧？那么莎士比亚，人家问他，你写那么多悲剧，你给悲剧做个定义吧。他给悲剧做了一个定义，就是这个悲剧很简单，就是先给人塑造一份完美。你要悲，你得花大量的篇，所以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70%甚至80%的内容是在塑造完美，对吧？完美的爱情，罗密欧与朱丽叶，各种完美，最后呢，打碎，在人的面前把它撕碎、打碎、摧毁，这个就是悲剧，没有其他解释，对不对？一来就悲的，你没什么可悲的，先是完美，再打破。那么莎士比亚的是很有灵感的一个人，大家知道吗？那他的灵感从哪来的？我们说的所有的灵感都来自潜意识，对吧？不是说莎士比亚的头比较大，他想得多，没关系。所有这些艺术家，他的灵感来自潜意识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就是再引入一个 inception 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个恐惧，它就是植入我们潜意识最深处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它不断从潜意识深处一层一层冒，一层层的冒到莎士比亚头的他的那个层次，就变成各种悲剧灵感的故事。所以他这个刚才对这个悲剧的定义，大家听了是不是跟我们第一层分裂非常像？对不对？曾经一份美好，然后打碎，就是悲剧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深处是悲剧。但是呢，如果到此为止了，我们就没有救了。这个 Inception 这个电影，大家看的时候要记住一点，他们为了改变片子上那个人对想分裂他公司的这一个企图，对吧？那个电影，他们直接跟他讨论说没有用，他们只要跑到他的潜意识最深处，给他植入这么一小小的念头，因为那个念头一旦植入后，他察觉不到，他也不会去修改，为什么？因为是潜意识。所谓潜意识，就是不是你经常去 visit， 你经常去访问的地方。潜意识你存在，但是你不会去看的地方，所以去潜意识给它注入一个概念，那个概念从那个地方开始生根。还记得那个片子一开始他们说2层梦境够了啊，但尼亚朗就说不够，要3层，这个才稳定。而且不仅是3层，还要 come from you， 是从他自己的。又到了第3层以后，在那个地方给他一个信念，那个信念乍一看。在这产生的那个层次，大家注意啊，不是他产生的，是那群盗梦专家，对吧？是那个地方去植入的，在那个地方把它种下去。
但由于那个层次种得很深，所以他的梦境是一层套一层，对不对？在他上层梦境呢，他就有一种感觉，他丝毫察觉不到那个念头是别人给他的，他的感觉是什么？是从底层出来的，所以他会以为想分裂公司的这个主意是谁的？自己的。这个就是《盗梦空间》，我把它评作这个灵性大片这个5星级之一的一个原因，因为他把我们这个分裂层次已经是精髓圣灵的天机了。他那个导演有很好的一个导演，就是拍那个昨天我们还说那个电影，就是什么一秒一秒往回走啊，他是个天才导演了。这个导演反正他这个年少时候跟我也有相同的经历，各种清明梦啊什么，他也有这么一个过程。好。那么从那个潜意识中植入这个概念，这个概念不管真还是假，它上一层梦境就总认为是自己产生的，再往上一层呢，那变成什么了？他的思想，他丝毫不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心灵呢，我们来分一个层次，粗略分，我不想细分，细分的话又跑到佛教又80几十，对吧？那就太复杂了，那些东西说的对我们平时思考记不了那么多，我们简单一点。最底层我把它叫做愿心，这个愿心没有任何人能植入，大家听懂吗？最厉害的盗梦专家到不了那一层，因为那一层是现实，那一层上主在的地方，你想动手脚是不可能的。那一层叫愿心，那个愿心呢，也就是奇迹课程说的 God's will， 上主的大写的那个愿，那个愿就是整个天国的运作法则，或者是上主的思想。我们用人的语言只能这么解释，或者是说上主用的创造法则，那个叫做愿心最底层。那个愿心，奇迹课程说什么？当我们发现上主的愿心其实也是我们的愿心的时候，就一起上主。它一起上主的定义就是这个，好，是内层。但是在内层愿心中呢，升起的一小疯狂一念，那个疯狂一念，别看它疯狂很小的一念，它也是一种愿心，就是我想，因为它是在真实层次升起来，它不是做梦，它是这样会不会好玩？离开上主，我自己试一下，我独立创造行不行？就是各种，就是我们可以说语言是没法描绘，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语言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甚至都没有小我。总之，那也是一种愿，就是我说的一种自由表现。好，那个是愿。那么由于这一个愿心的产生，它再往上一层呢，到了什么？我把它叫做什么？叫做信念。第一层梦境就是信念，第一层梦境就是我相信分裂发生了，我相信我有罪，我相信恐惧是真实的，我相信我是独立的，有我之外。那么莎士比亚的所有对这些悲剧的产生呢，是来自于潜意识最深层次，也就是我说的第一层梦境，在那个地方产生的。所以在那个地方产生呢，对于所有人呢都有那个记忆，所以所有人都跟莎士比亚等同，他们都会跟他等同。所以所有人看完莎士比亚的作品呢，都有一种什么共鸣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共享一颗心，对不对？它是共鸣，他都知道那个点。那么这个恐惧有个特点，恐惧是在那个层次产生的。恐惧有个特点，恐惧什么特点呢？它是一层一个泡泡套一个泡泡。其实课程告诉我们了，恐惧是什么？是一个泡泡。一个纸老虎，一个你一旦看清它不存在的东西，但看不清它是很真实的。那这个东西我们人很难理解，到我们这个层次，我们这个门次已经是盗梦空间，已经是从最底层往上，已经是到了很多层，所以我们已经无法察觉底下恐惧怎么来的，我们只能察觉什么？我们眼皮子底下的恐惧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里面就有个恐惧，我把它叫做每一个恐惧，它有一个副恐惧。就是产生这个恐惧的副恐惧，父亲的父，副恐惧你一旦看破，子恐惧就不存在。爷爷恐惧看破，父恐惧也不存在。它关系就是这样一直往上。比如说，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，一听就懂。我们用这个接地气的例子啊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一个中国人，是一个实习生，到我们公司来实习，在国外。然后呢，他有一天呢，把腿给摔坏了。然后他很在乎他的工作，很在乎。但有一天他把腿摔坏了，腿摔坏后呢，医生让他在家要待1个月才能去上班。然后呢，这1个月他就上班了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小飞虫，你不是搞心理的，
你给我解释一下，我那么在乎我的工作，我为什么这条腿会摔坏，导致我1个月不上班？我就说这个世界呢，基本上是不明白道的人，他是被恐惧驱动，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恐惧驱动。但这个恐惧呢，是一层套一层。说你现在你怕吗？他说怕，因为我不能去上班。他说你一定有，我跟他说你一定有更大的恐惧，导致你选择这个。你看看你最大的恐惧。我现在等于带着大家用奇迹理念做一个简单的个案分析啊，就是举个例子啊。我说你看看，我说你现在是不想去上班，你说你现在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不去上班，对吧？但是你不去上班呢，你不用担心你被 lay off 被裁员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医生有假条，你是合理不上班，你是这个，那一定说你上班的恐惧更大。他想是，哎呀，好像真是那么回事情。我说好，你想想你怕什么？他说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不怕我的工作，我怕我的语言。哎呀，我其实英文口语相当差，而且听力也差，我听不懂老板跟我说话。每次我老板来找我，我全身发抖。他说了一大堆，我只有点头，但我听不懂。走了以后，我还不好意思问你刚才说什么了。然后就开始在猜老板想要我做什么，然后实力做完以后交给老板，我没有让你做这个东西。他的恐惧，这种出国的人都会有这种经历，这种恐惧的头几年，他是很努力的一个孩子，这个恐惧折磨很大，所以呢，他每天清晨起床去上班，他都是觉得是噩梦。每次那个坐的那个公交车，每离办公室近一步，他感觉离恐惧近一步。听到他老板的脚步声，他害怕。千万别跟我说话。他老板如果 Hello Good Morning， 然后老板说要跟他聊天就怕了。那我就说，他说这个就是我的恐惧。我说不对，我说恐惧都是假的，它是一个套一个。你这个底下你怕什么？一定你有一个怕的东西导致你怕这个。这个是你表面上是怕你老板，你再往底下看，你怕什么？是什么恐惧导致你会害怕？你听不懂老板的话。所以他说，哎呀，其实呢，我怕的是什么呢？是。哎，这个工作得来不容易，这个石油公司的工作得来不容易。我接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，我全家都替我开心。我爸我妈他们都觉得我一下关注要主了。这个出国后找到份工作，亲戚朋友都跟我喝点，我不想让他们失望。其实我应该跟你说吧，我怕我老板听不懂我的话，觉得我是白痴，把我给lay off了，那我真的是无脸回去无脸见父母。我是怕这一个。好，他就说。第一层呢，我就帮他分析了，我说好，那其实你怕的是丢工作，你怕的是丢工作，不怕丢工作。如果你连工作都不怕丢，你还怕你老板？什么人是不怕老板的？不怕丢工作的人是不怕老板，所以你怕的是丢工作。好，你为什么怕丢工作？我先帮他在这个店加一层，他说其实什么呢？是因为你怕丢工作后你没饭吃，因为你没有收入就没饭吃，你怕这个身体。好，如果你能看到你不是自己身体，你还怕丢工作吗？你不怕丢工作，你还怕你老板吗？那么好，那么是不是就到头了？那好像是分析到头了，最终是因为他怕他的身体，所以他怕他老板。我说其实还不是，更深一层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他怕让他父母亲人失望，所以他最终怕的是什么？怕丢爱，他怕失去爱。所以我们所有的恐惧，你沿这个源头，任何一个点，幻想中任何一个点，你往回追溯到最后一个点，一定是什么？爱，怕丢爱，怕失去爱，怕失去爱。这个大家可以静想几秒钟，想想你的所有的恐惧，最终你怕的是这个恐惧一直到底下，你会失去一份爱。其实啊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小我是为心灵服务的。所以真在乎的是心灵，心灵它只对真实的东西有感觉，什么工作啊、钱啊、身体啊，这些概念属于故事情节。心灵真正在乎的是爱，因为我刚才不说了吗？我们一辈子都在寻找喜悦，他怕丢的是喜悦，所以他最终是怕万一这个东西丢了怎么办？那么回到梦境的这个，刚才我说莎士比亚的这个事情。莎士比亚的这个恐惧的源头在第一层梦境，这一层梦境如果当真的，以后的恐惧都当真。如果我们要瓦解所有的恐惧，我们得回到第一层恐惧去说，那个恐惧如果是假的，那其他所有恐惧都不成立，对不对？那个你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？所以这节课程反复跟我们讲，他不讲你的生活中的恐惧，他只告诉你上主没死，天国没丢。
这句话不是对头脑说的，是对你的潜意识说的，因为这个就是当初我们逃跑的理由。所以这一点你看到了，有时候你会发现啊，天国都没丢，我还在天国，上主从来没离开我，我还有什么怕？这一点你要肯定的，从以下的所有的恐惧就坍塌了，就一个一个的不攻自破，这个叫不攻自破，因为它里面那个泡泡没了，这个大家知道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利用哈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个第一层恐惧就讲完了，第二层恐惧我第一层梦境讲完了，第二层梦境我开了一个小头，就是这个世界怎么产生？这个问题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问。这个世界你说是幻，我任何一个感官告诉我它都是真，摸、闻、看，就是佛教说的这个五感，对不对？再加一个第六个思想，一个烦恼来了，我不是说是我不能说是我没有这个思想，它来了。但是6个感官，大家发现有个什么共同特点？没有一个是主动的，全是被动的。你都是接收，包括思想，你都是接收。难道不是吗？你下一秒钟你不知道你想什么的，你的思想永远都是你是接收的，只是看不见的层次，其他都是被动接收。身体的所有都是在被动接收一种叫做什么？叫做刺激。那刚才我们说过，小我要打造个世界，让心灵以假乱真当真，它得说服一个基本的东西，要具备真实性的基本的一个特征。真实性的基本特征叫什么呢？叫做它必须是什么呢？它必须是稳定的。因为我们对天国的记忆中知道天国是稳定的，而幻象都是无常的。它怎么能把无常的东西当成稳定的？这个里面去利用一个东西，就是它用什么感知器官去感知幻象。那么这个我有一句话叫做：这个世界的一切相都是残影。残影，我给大家，我看我能不能找到一幅图给大家看一眼啊。这个好像是不全。这个好，那我们先想象一下啊。这个残影是什么呢？我用简单一个看电影的比喻。电影的每一个画面都是独立的，而且每一个画面产生即消失。这个大家同意吗？你能不能让一个画面在屏幕上停留半秒钟？停不住，因为什么？光啊，那产生即消失。那这种产生即消失的东西，我们怎么能把它看成是连贯的？它用了什么？它用了一个叫做用你的感知的方式，去和残影产生的频率形成一个相差。在这个相差中呢，你会反复感受到一种稳定性。那打个比方，我们的眼睛，一个画面它只要1秒钟出现30次，这个眼睛认为它是什么？连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电影呢，它其实就是1秒钟打出30个幻灯片，2秒钟打出60个，这些幻灯片在我们的眼前闪烁的，然后我们用眼睛肉眼去感知，觉得它是连贯的。因为这里面耶稣用了一句话，在奇迹课程原稿里面说，我们用这种一种感知的一种频率方式，产生一种叫做内在的关联性，是心灵在关联。就心灵看了一个画面，他看到一个画面，在30分钟1秒出现第2个画面，就这2个画面很接近，心灵会用过去心把它连起来，把它串起来。所以这个幻象呢，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呢，1秒钟看了30个幻象，1分钟看了60乘30那么多，是什么把它串起来的？过去性，是过去性。但这个串起来以后呢，看起来是很真实的，我们已经看不到闪烁了，是因为所以电影是跟什么匹配的？跟眼睛的匹配，用眼睛是怎么彩画的？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，我现在再说一下很有趣的例子，就是说现在来了一个外星人跑到地球上看电影，但这个外星人的眼睛构造跟我们不一样。它的构造是什么呢？它要1秒钟产生3000万个闪烁，它才承认这个是连贯的。这个很有可能的，对吧？我们人类30个，你找个外星人3000万是很有可能的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量的变化。那么他跑到人类电影院看电影，他就傻了。
看到一群人盯着一个黑色的虚无的屏幕，在笑，在哭，在乐，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回头一看还是没有，回头看还是没有，因为这些人的频率跟他不一样。那么他这种效应就是整个幻象产生的效应。刚才我只指的眼睛，这个佛陀的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，它描绘我们感知的所有的这个东西，它都是两种状态的变化，都是两种变化。他说这个闻味道其实就是通读，其实就是一种通读的变化，耳朵也是通读，颜色就是阴和亮就够了。这个大家可能觉得不可思议，阴和暗怎么组成这么多的东西？我们知道黑白电视，我们稍微在这年纪大一点的都看过黑白电视，都经过那个时代，对不对？黑白电视它就足以产生彩色电视，它只是变化。这个对变化不理解的，如果你是程序员，你太懂了。因为我们编程的就是由简到繁，编程真的就是0、1、2个信号，它就可以各种组合编就可以编出这样。然后这个感知系统呢，就是从6种方式去感知这0、1、2种信号，包括这种感知以后呢，它把它权益了一下。比如说我们用触感，比如说我摸了这个水杯，这个水杯，我凭什么说它真实的？因为它给我温度感。你看现在凉了，刚才还挺热的，现在已经凉了。那温度是什么？温度其实也是一种相差。我们知道这个水分子的运动速度越快，我们感受到什么？这个水的温度越高，对不对？那它其实是一个空间的变化，是不是还是时间空间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小我创造的时间空间吗？它只是分子在空间时间中的运动的速度变化。当我们用一种显微镜或者什么去看的时候，看到的是温度吗？不是，是什么？振动频率的变化。当我们用专门设计的这个身体的手去感知的时候，你能说，哎呀，这杯水里面震动的好快，有时候会这么说，我们就会说好烫手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振动速度，水分子的振动速度比你的这个触摸的这个手的振动速度快，你感知它温度比你高。它的速度比你慢，你感知你感觉它是冷的，冷热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所有的这些感知，我们不要被它的结果迷惑，它的本质就是对于一种差别的判断。所有的相似，这个与神对话大家可能很多人看过吧，对吧？他上面说过什么？他说别说是动的东西，他有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，还记得这句话吗？那为什么一切都在变？因为它只要一停止振动，一不变，我们就看到它的真相是什么？虚无。它只有通过变才能形成相，相是离不开这个变化，这个变化又叫什么？又叫振动。这个赛斯资料也好，巴夏资料也好，大家了解的都知道，一切都是振动。包括我们新时代都说提升你的振动频率吧，但没有哪个新时代说别振。奇迹课程就说别震，他不敢不震，他不震这个就什么呢？就告别说破。这个宇宙就是各种振动产生的，他不敢不震。所以呢，万物它其实都是振动，只要有振动就有正源，对不对？在你的梦中，除了你还有什么是正源？对不对？你的梦除了你梦中你看到什么东西在动，除非是你的心让它动，是谁在动？心在动。是心在动，所以就是经常有句话，就是当年六祖慧能一个小和尚问他师父，风吹其动，风动还是其动？他说风没动，其没动，你的心在动，对吧？就凭这一句话，我就说六祖开悟了，因为他看到本质，真的是心在动。就像这个心在动，为什么相能动呢？这个很简单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有一种药叫做摇头丸。是一种这个跑迪厅里面的搞得比较嗨的一种药。这个摇头丸很简单，它怎么让人搞去天旋地转？它不用把那个迪厅搞得天旋地转，它让你吃药以后自己头搞得天旋地转。你用这个天旋地转的头去看在静止的东西，它动不动？它在动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佛陀在《圆觉经》里面的比喻嘛，一片清空，什么都没有。当我们看花的时候，它就动，所以是看法把它看花。所以天国依然是如不动的，但是这个恐慌的心啊，这个在第一个层次以为天国丢了，这个恐慌的、这个不安的心，它在躁动的心。大家听过这个词吧？
躁动的心，好像还有一首流行歌的名字叫做《躁动的心》。异动的心。啊，这个随时纠正我啊，我这个中文10%的词都是错的。所以他这个异动的心，他看什么能不动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就像一个人他恐惧很大的时候，他处在一种极度恐惧的时候，他走到哪看到都是危险。那个叫什么草木皆兵，听说过吗？他走到哪看到什么东西都在威胁他，因为他自己在动。所以我们这个心，万物动，谁在动？心在动。所以这个由于心在动，但这个心不是我们平时说心脏这个心啊，这个心是梦外的那个心，梦外的那个都不是第一层梦境的心，是梦外的那个心。那个心在哪？在真实里面。他在那个地方晃动，他一动，一切就震动起来了。而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？是感知震动，就是这样，身体是感知震动。那么这个身体感知震动，刚才我用触摸比喻了，眼睛也是一样的啊。一切都是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说的很清楚的，一切我们的这种感知，它都是2种状态的变化产生的震动，没有第3种，2种就够了。这2种状态的震动，当我们用一种特殊的感知器官去感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感受到了什么？感受到了相。所以相是什么？相是变化。大家注意听，相我们以为是个名词，我们现在一提到相就是一个固定的相，但相是个什么？是个变化。为什么？大家猜猜，为什么相是个变化？因为大家注意听啊，这个就是破所有相的一个观点。因为一切能感知相的器官、工具，不只是人，外星人也是这样，小狗、小猫、昆虫都是一样。他们这个幻身，我把它叫做幻的身。幻身只有一个功能，它只对差别有反应。这个道理很简单。你拿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，一个东西你摸着它，如果它的温度慢慢变得跟你的手的温度一样，你就感受不到温度了。你感受不到的就是什么？没差别。这个触摸也是一样，大家可以做一个游戏，比如你的一只手轻轻摸着另一只手，刚开始摸的时候你知道被摸，如果你不动，轻轻的摸，时间长了你感受不到是否在摸，因为它不动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切，它都是因为动才看到。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什么？是一个差别。我们把这个差别当成了相，这个有一点点抽象。我们所有的感官看到的都不是静态的东西，都是差别。那个与神对话刚才提到了啊，他说连一块石头你看到它不动，其实它是什么？它是以高速的运动在维持着它的这个不动。没有不动的东西，这世界所有的原子、分子、粒子，它都在颤动的。甚至科学家已经说了，这世界上原子的振动频率是1秒钟9亿多次。以这么高的频率振动，你说这世界看的能不真实吗？我前提是用什么看？用这专门看变动的东西看。所以我们的所有感知器官就是看一个变动的。眼睛看的变动能识别1秒30次，你只要高于1秒30次，眼睛认为它是什么？它是存在的。耳朵也是一样的，所有触根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佛陀他早年他通过打坐，他通过各种那种禅定的方法，当他达到足够近的时候，他的频率变了，他不再用人感知的频率变了，他用另一个频率看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一切都不是这么存在。我以前分享中，我反复提过我的一个万年之交，叫吉瑞草，他是广东清远的一个老神仙。我是2005年在广东跟他见面的。他从小的频率跟正常人不一样，他的频率跟正常人不一样，导致呢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看到天空中那种巨大的黑马，翅膀展开比飞机还要大，声音呼啸而过。无比真实，震耳欲聋，而周围没人看到。他看到地上一只狐狸，尾巴拖得很长很长，然后呢，再看着它，然后一玩，他追那个狐狸，他想踩它尾巴，一踩下去，踩空了，踩不中，一踩下去踩不动，直到那只狐狸钻到一个石头里面消失。他在石头门口等了他半天，他都不出来。那个老先生，他的频率是不一样的。
所以到后来呢，他呢就是开始打坐练静坐，他的禅定他后来开了一个静坐协会，他也很单调，他每天只睡2个小时，就是静坐2个小时，平时不需要睡觉，然后每天就是跟他老伴一起耕地种田，住在农村里面。那么我跟他那次见面的时候呢，他见到我，他也很感动。他在我身上，他看到了一种，他说你不是这个世界来的。然后呢，我跟他就是一种忘年之交。那个时候我才20出头，他是70多岁。然后我们2个的沟通还有困难，他说广东话，我听不懂。但他跟我讲一个事情，他说这个世界真的不是这个我们看这个样子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人把它看成这个样子，他真的不是这个样子。他说我打坐的时候，我每次入定，我的心越静的时候，世界的相越不是这些相，所有相的坍塌都没有了。他有一次打坐，打完以后睁开眼睛，说是该做点事情了。一睁开眼睛，世界没了。他说果然就他那个时候其实进入一种心灵时间，知道吗？对他来说，可能在他那一个在外人看来可能就是0.1秒，但对他来说他已经醒了，而且发现世界消失了。但是他说他一点都不害怕。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，其实他越打坐，他越发现世界其实就是在闪烁。他那个时候进入了一种我不知道叫什么境界，就是他进到了看到世界2次闪烁之间，他觉得没有这个世界不存在。直到他后来才重新调频世界又重新出现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他那个时候跟我讲了以后呢，对我的感触非常深，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有多真实，这个频率。那么当然，这个世界这个频率是很多的，这个人类是设计这个频率，就是说，就跟我们一个电台发了一个波你们这群大家知道吗？就是这个我们有些东西叫做对讲机，知道吧？对讲机就是发射一个频率，大家可以接收，但有些频率你不能用的，它是这个 police 专用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串那个台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世界的频率也是划分的很好的，心振动以后呢，它有个基准频率。这个基准频率是不是1秒9亿次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原子是这个，也许比这个更快。这个佛陀好像在佛经里面说过这个频率有多快，说是一刹那间这个心已经震动了多少次，我具体数字我记不得，但我知道佛经说的一刹那比1秒小得多得多。也就是说这个频率之快，但这个之快是什么快呢？是和我们相比，和人定义的时间说快，也许在他那个地方不存在快嘛。总之心就是在震动。但它有个足够快的频率呢，就可以产生无数个世界。为什么呢？跟你的取样。如果它这个频率1秒9亿次，你来一个感官系统，1秒3000万一个世界，再来一个1秒300万，人类1秒30，再来一个更慢一点的乌龟，1秒3次，它也算一个世界，对吧？所以耶稣就说，这个世界有个特点，我们凭借对真实的记忆，就是真实是稳定的，我们真实应该这么说，我重新说一下真实叫做validity， 就是有效性，有效叫真实。他说有效，我们记忆中有效的东西是稳定的，不稳定的叫无效。但是反过来说不对，你不能真实的一定是稳定的，稳定的也就是说有规律的，它不一定是有效的。大家猜为什么？因为看你用什么去看，对不对？你除非用无差别的目光看，用那种纯圣灵目光，圣灵目光不是看差别的，圣灵目光是干什么？看真实的。圣灵目光就说你别跟我玩障眼法，你抖多少次都没有用，你是真就是真，是假就是假，你抖9亿次我看你还是假，你从来没存在过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圣灵目光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灵目光跟小我目光没有交集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小我目光或者是身体只看差别，而圣灵呢只看真实。那一个如果你告诉人说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叫天国，但是耶稣说了，有眼看不到，有耳听不到，对不对？圣经上他已经这么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眼跟耳是看幻的，是看相的，相是差别，真实没有差别，你怎么看？正因为真实没有差别，所以你用只能看差别的器官看不到，所以它才是真实的。所以庆幸吧，真实看不到，真的是庆幸看不到，因为我们都是看幻，你看到那惨了。所以经常有人说，哎呀，我看到天国了什么什么呀？以前新加坡有一个大法师他就说有个天国多少游记，他有一次好像觉悟了，他可以描绘整个这个极乐世界的景象。
而且他对天发誓，他绝无谎言。那本书后来在新加坡畅销，很多人都看了，我也看了，我看一半就看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太漂亮了那个世界，到处金光闪闪，到处动不动一个须弥山，哇，一个佛多大多大，动不动一个莲花怎么漂亮，对吧？那个是想象，但是真实没相不代表它不存在，但是你用出器官了，你没有用心去感受。但是好在什么？我们依然如上如所造，我们的心的感受不被相迷惑。你拿任何的幻象，你能欺骗头脑，但是你交给心，心会干嘛？心迟早认识，这不是我要的，因为它不真实。所以这个就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，你不管得到什么，你一旦适应以后，你发现它都不是你要的。谁告诉你的？心告诉你。因为你得到什么东西，这个东西你骗不了心啊，对不对？心知道它这不是我要的。所以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说贪心，很多人说这个贪心是一种追究，不是。这个贪心不是，贪心其实是反而证明天国没有丢。我们的这个人有无穷无尽的欲望，不是什么罪，为什么？因为天国就是无边的喜悦，对不对？任何人得到喜悦，只想要更多。你说他贪心吗？我说，如果说这个贪心的话，谁也贪不过善主。善主你知道有多贪心吗？他永不满足，他无限创造喜悦，无限创造圣子跟他分担喜悦，圣子又创造喜悦又给他，对不对？善主是什么？这个是心灵的。所以经常我们说，是不是我太贪心？我说不是，是你不够贪心。你想的太小，你用人间的这些东西，就说我们在沙漠里面，大家都在讨论，哎呀，你看他找到了那么大一滴水，我才找到这一小滴水。你用这种目光，你能找到大海？你都想都想象不出大海是什么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在沙漠里面找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不要在沙漠里面找水，是要你离开沙漠，要离开沙漠。所以奇迹课程跟新时代还有一个本质区别，就新时代是在沙漠里面找水源的，他没想让你离开沙漠，但他告诉你个秘密，给你一个沙漠的地图，告诉你沙漠的这个什么水源分布图。这个东西在沙漠里面谁得到那是至尊宝啊，对不对？但奇迹课程是离开沙漠，对吧？这个是一个区别。好，那么回到刚才那个相差那个地方，真实任何的我们的只要和身体等通，你是看不到真实，因为身体是只能看幻。好，那么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稳定性有效的一定稳定，或者真实的一定稳定，稳定的不一定有效。那所以小我造的世界就是创造个东西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稳定。它这个稳定是怎么实现的呢？昨天我记得有一个道友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，或者说我现在这么说吧，这个桌子，它这个世界之所以真实的原因是它太稳定了，它太稳定了。那是这个稳定性怎么形成的？为什么那么稳定呢？大家想一想。这个其实用盗梦空间就解释了。你每往下层走一个梦，上层的一个东西会在那个地方会变得很漫长、很稳定。还记得《盗梦空间》上，里奥纳多和他妻子去到了最下一层梦，那个地方已经接近很长很长，在上面可能只是睡了一觉，在底下待了50年，很长。所以这个稳定性是一种假象、假稳定。我们的潜意识它其实也是躁动，但是呢，由于你越往下走，你梦境越往下走，走到人间这层梦的潜意识就变成什么呢？相对稳定，对不对？相对稳定。所以整个这个世界不是你的这个头脑投射的，是潜意识投射的。所以潜意识虽说躁动，比如它造个地球，一不小心几十亿年，看上去很稳定，但是别说地球了，整个银河系都有消亡的时候，这个佛教说的，当灾难来的时候，一个小千世界过了，一个中千世界过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宇宙四大灾，风灾、水灾、火灾，这个有佛教基础的都知道，这个火灾一来，几长天以下的生命全部消失，形式全部消失。为什么守不住呢？因为潜意识也是动。但是呢，对于细菌来说呢，一个细菌的这种存在方式来说呢，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很稳定的。所以这个稳定性是一种错觉，是相差产生的这种稳定性。
这种错觉呢，让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好像很稳定、很真实，而且人的寿命也是这么设计的，人的一生活那么几十年、100年都是很长很长的，对不对？他能看到这个宇宙的层出不穷吗？看不到，他看不到，所以他以为世界就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世界，小我真的是很成功的用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用小我什么都没造出来，他真的什么都没造出来，小我没有造出过一滴存在的东西，他没造出来，因为什么？离开上主后，什么都造不出来。因为上主是真实，要是你用上主的法则，相反的法则还能造出真实，那就有2个真实，那属于真。所以呢，只有上主是真实，所以小我什么都没造出来。而小我什么都没造出来，他用这种相差，用这种变化，用这种过去心，用时间空间，就给真实的心营造出一种错觉，就是把幻当真。所以这个世界是什么？是错觉。所以当佛陀说世界是梦幻泡影的时候，他没有说世界，你感受的世界不存在，他只是说这个世界是你的错觉，是从这个意义上说。所以这个点上呢，我们就可以说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幻。比如今天我的一个主题就是破幻，我们今天主要是破幻，对不对？破幻，我们经常动不动就说这个世界是假的，我什么都不用做了，什么都不用管了，不是在这个层次破。我也不是说你跟个人说，哎呀你不存在，我不存在，什么都不存在，不是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自欺欺人，也很道理。我们只是说，你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东西的确给你真实感，但这个真实感是相对的一种错觉。你的内心有一部分知道它不真实，它会换。好，那么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2元怎么产生变化，到这个一切相皆是波动啊，对，这个我们知道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个都知道以后呢，我们来想一下这个梦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梦的很多特征。这个世界如此真实，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刚才已经说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感知，我们的所有的感官都能感受到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地方我先插一句，我往下走之前，我再插一个啊。这个插一句呢，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，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真实，无非就是6个感官告诉我们的信息，对不对？而这6个感官的信息，其实都是传给大脑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其实在未来呢，人类是可以摆脱肉身的。人类的进化可以摆脱肉身，很简单。你的 reality， 你的真实定义，无非就是这6种刺激。这6种刺激，你非要经过眼睛吗？有没有人闭着眼睛看过画面的？多了，每天都是在做梦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呢，这个肉身呢，真的是最外的一层。随着这个逐渐科技的发展，人类迟早有一天可以叫什么人造现实。这个我认为100年以后就能出现，我们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了，因为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。我们一直会想，人类哪来的灵感会发明这个网络游戏，对吧？虚拟世界这些东西哪发明的？这个灵感哪来的？因为不是新东西，是我们一直在做，只是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用一种叫科技的方法在做，对不对？在其他我们用的就是什么技巧不同，用科技这个东西。我们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，大家如果把这个游戏你全神贯注的侵入在里面玩，你会把什么忘掉？你每进入下一个世界中，你会把这一个世界的东西给忘掉，因为你的全神贯注在下一个，在你创造的一个子世界中。只要每一层那个子世界，它都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逃避。所以很多玩网络游戏的人、痴迷的人，他有个特点是什么？他不喜欢这个世界，它是一种逃避，他想跑到里面去。